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哔哩哔哩的邓斌。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前端在数字人创作工具中的应用实践。然后我们的数字人跟刚才咪咕的这个方案是不太一样的，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个宣传片。2D 数字人技术在多个行业都找到了其应用。好，这个是我们上个月刚发布的一款新的产品，叫 B 减 Studio。然后我们是基于音色克隆和数字分身技术的一个智能创作平台。然后什么是音色克隆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复刻 UP 主的个人音色，然后通过文本去驱动音频。数字分身就通过音频去驱动嘴型来生成它的口播视频。然后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降低视频的创作门槛，让那些做口播视频的 UP 主能够提升他们的视频创作效率。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做这种口播类视频的这个工作流，就是需要去拍摄 A 肉的素材，然后 B 肉的话需要去自己去录音，然后再去找素材、剪素材，最后再通过后期做一些配插图和背景音乐、字幕这样的方式去做。然后我们用我们这套 AIGC 的工作流去做的话，就是你出镜的那部分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分身帮你去出镜，然后你录音的那部分可以通过音色克隆，通过文本去生成音频，帮你去替代你的录音这个工作。然后剪辑提效那块未来可以通过 TDV 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入 TDV 的这套东西，后期提效像配插图、背景音乐、字幕这些，我们目前都已经包装起来了。好，然后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降低视频创作门槛。然后但我们这个技术主要是合成这个数字人，这个是在我们算法那边做的。然后我今天主要的分享就是我们前端在这套解决方案中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完成了一个就是 AI 模型线上训练的工业化流程。因为我们这个整个项目从用户上传素材到最终交付模型以及反馈，做了一套完整的这个工业化的流程。一个是用户上传素材之后会有一个人工审核的流程，如果素材不达标，我们会做一些打回让它重新上传这样一个流程。然后如果素材审核通过了之后，会去做 AI 模型的训练，训练完成之后还会有人工再去审一道这个模型的效果，达不达到这个交付给用户的这样一个标准。如果达不到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改一些参数，重新去做第二次的训练，然后直到这个模型效果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会交付给用户去使用。然后用户使用之后，还会有一些线上的模型效果打分的反馈这样一个环节，完成了整个这样工业化的流程。好，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前端在里面做了哪些技术上的事情。一个是做绿幕抠像，什么是绿幕抠像呢？它的学名叫 Chroma Key，它其实是在电影、电视场景中用的比较多的一套技术，就是可以去除你的视频里面的绿幕背景，然后可以去换成其他的背景图或者背景视频。当然它不一定只是绿幕，也可以支持蓝幕。因为这两个颜色相对来说跟那个人体的这个皮肤的颜色相对来说差距比较大，所以说它不容易把皮肤可以抠掉。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支持绿幕抠像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数字人训练它有一定成本，然后用户的拍摄素材也有一定成本。如果我们可以支持他拍一次素材，然后之后可以换不同的背景，可以实现这个任意换背景，可以增加它的这个视频的多样性。好，然后我们在里面做了哪些事情一个先说一下绿幕抠像的挑战，因为最早我们要求的是用户提供纯色的这个背景色，因为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去抠。然后这个呢，对于 UP 主的要求就是剪辑要求太高，因为他们需要自己去先提前把它实景的这个绿幕抠成那个透明的，然后再加一个纯色的绿幕过来。然后不同的剪辑工具抠完之后，其实那个颜色它其实差别还是有一点大的，或者有些用户他就没有按照这个我们官方的要求去提供背景色，所以说他抠出来的这个素材很多都是不达标的。然后后面我们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就是能够支持实景绿幕的抠像，不要求纯色的绿幕。然后这个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同的用户他拍摄的光照条件以及它的绿幕颜色不统一，也会导致一些新的挑战。然后原先呢，我们这个绿幕它是抠完之后，用户上传完素材是有审核在后台去通过我们的抠像工具去设一些参数，然后去让用户在前端可以去做抠像这件事情。但是审核的人力有限，随着用户越来越多，然后审核的素材越来越多，它这个抠像参数这个设置就是非常的费人力了。然后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说，将抠像参数这个设置从素材审核这个阶段前置到素材提交阶段，因为用户在上传他的本地素材的时候，就可以实时的去预览
它的这个素材，它抠像之后的效果，它可以自己设置它的绿幕的颜色以及它的这个抠像的这个阈值，然后来设置一个抠像的参数啊，然后在用户提交素材的时候，就让他知道它这个抠像之后的效果，并且把这个效果把参数直接保存提交下来。对，然后我们这个其实就分了2个环节，一个是素材提交的阶段，用户实时去预览抠像效果，保存素材，然后在视频合成阶段获取之前保存的绿幕参数，然后选择新的背景图，根据推理的那个视频结果，实时的去把这个绿幕抠掉，把最终的视频合成出来。这个是绿幕抠像这件事情。然后具体的原理的话，就是我们在预览阶段会逐帧的去读取它的这个视频素材，然后利用 WebGL Shader 去计算每个像素点透明度。在阈值范围达到一个阈值的那些点，我们就给它全是抠成全透明。然后在阈值范围到某个值里面的那些，我们会抠半透明，主要是适配边缘的一些处理。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我们是一些经验值的参数，然后给用户需要去修改的参数，一个就是它的绿幕的色值，一个是它的这个相似度，也就是抠像的那个阈值。然后通过这2个参数处理的话，可以最终把它的那个绿幕效果抠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个预览的效果。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视频，然后我们调整完抠像强度之后，可以实时的看到抠完这个绿幕之后的效果。可以换不同的背景色预览一下抠完之后的效果。因为不同的颜色可能会看不清楚，像如果有的时候抠太过它头那个帽子上的会被抠过，然后我们可以换不同的，包括背景图片也是可以换上去，可以预览最终的效果。实时的看好，他认为这个效果满足他的要求之后，可以保存这个绿幕参数，然后就可以提交这个素材。好，然后这个我们在前端处理的速度基本上是2毫秒每帧，完全可以实现达到这个实时预览的这样一个要求。好，然后刚刚提到我们会为了简化用户的操作，可以自动去获取这个绿幕的背景色、绿幕的颜色。怎么去做呢？就是我们拿手帧的图像去获取每个像素点的色值，然后通过色彩量化的一些算法，当然我们选的是中值切割，这是一个性能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算法，但是它也会有一些缺点，就是有些色值会被平均，但是因为我们有像素度阈值这样一个参数在，所以被平均之后还是可以比较完美的抠出来。然后色彩量化之后会得到一堆量化的色彩，然后我们选择最主要的那个颜色作为它的这个抠图的背景色。当然这个也不是100%准确，因为有的时候它的比方说它的绿幕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在它这个整个视频中的最大的那个比例的话，有可能我们算出来这个主要颜色并不是背景色。当然我们也支持用户手动重新去从它的视频中吸一个颜色来抠，这个也是 OK 的。然后第2个的话就是音视频的合成，然后因为我们是把算法生成的这个驱动出来的这个数字人的这个视频，跟我们做了一些背景色的替换啊，包括是加了水印、画中画、字幕这样的效果，所以最终会需要在前端做一些音视频的合成操作。然后我们是基于 Web Codex 加 FMPEG WebAssembly 的这个版本做了一个双引擎的封装。然后 Web Codex 这个版本就是昨天那个刘俊大佬分享的那个 Web AV 这样一个库，我们也是基于它的这个库做了 Web Codex 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 Web Codex 它天生有一些兼容性，因为它只支持一些高版本的浏览器，所以在低版本浏览器我们还会降级去使用 FMPEG 去做，包括还有一些目前在 Web AV 库里没有实现的一些功能，我们也会降级去通过 FMPEG 去实现。然后核心能力就是音视频的拆分合成、绿幕抠像、画中画、水印字幕、转场特效，包括元数据编辑。元数据编辑就是目前国家要求我们在那个 AIGC 生成的这样的视频需要带一些 AIGC 的元数据的水印，里面包含了这个生成这个视频的平台，包括传播的平台这一些信息在这个视频里面，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元数据编辑的操作。然后可以预览一下，这个是用 FMPEG 那个插费的做了一个转场的效果啊。当然 Web Codex 也可以通过那个它的有一个那个GL transition 来实现，应该是一样的。好，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音频波形的可视化，这个主要是给后台审核人员去使用的，因为审核人他们去审核音频有时候会比较长，可能会有半小时以上的音频，他们还是习惯于之前的习惯是把音频下载下来，在本地的一些音频的编辑工具里面去看波形，因为波形可以非常方便的定位出一个是这个用户的音频它最低最高值会不会声音太低或者声音太高，它通过耳朵去分辨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是通过波形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包括如果有些音频在某些地方突然，比方在10几分钟的位置突然没声音了之类的，这个都可以直接方便通过音频，不用听完整个音频就能明显的看出问题。包括其实有些，因为之前我们要求用户上传的这个训练音频是要求比较长，然后有些用户他会为了省事，他把同一段音频重复拼接多次，
然后去提交上来。这样的话，其实训练效果会很差。当然审核人员他是需要分辨这样的情况，通过音频的话，他可以快速看出有几个地方是完全一样的复制过来，他就直接就可以打回这个素材了。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借助 WaveCipher.js 这个库来实现的。好，还有一个音频在线转码，这个呢主要是解决苹果这个 Apple Lossless Audio Codec 的一个它苹果有一个无损音频压缩编码。这个 ARAC 这个编码呢，它其实有个问题，就是它在 Chrome 浏览器里面没法直接播放。然后，但是这个编码又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编码，因为 iPhone 的录音机导出的音频默认就是 ARAC 的这样一个 MC 的文件。然后我们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格式，让用户去上传这样的音频的。因为为了减少用户自己去转这个编码的这样一个操作，我们支持这个音频的上传。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法在 Chrome 浏览器里面播放，那审核人员只能把它下来，用本地的播放器去播放。后来我们为了提升审核的效率，我们就在这个审核后台里面做了一个在线转这个ARAC 编码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 Audio 标签里面去在 OnAero 的这个事件里面去加点 FFmpeg 的 WebAssembly， 然后去把它的这个 MC 这个 ARAC 的这个编码转成 MP3 的一个编码，然后再回给 Audio 标签去播放。当然，因为虽然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兼容 ARAC 这样一个编码，其实在这个场景下，其实很多其他不支持的编码也可以统一通 FFmpeg， 只要 FFmpeg 能支持转码的这样的一些音频编码，都可以转完之后给那个审核人员去使用。当然它会有一些转码的时间嘛，因为我们可能半个小时的音频，它可能需要几分钟去转一下，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对他们来说还是提高了他们的效率，不然他们本来需要把这个音频下载下来在本地去播。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SSML 的可视化编辑器啊，这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SSML， 它也是 W3C 的一个标准，是 W3C 语音接口框架的一部分。然后主要想做的事情呢，就是为了解决 TDS 传统的 TDS 它多音字包括停顿、发音这些读法没法去定制的一个需求。比方说有一个人名，他名字里面有一个多音字，他可以这个人他的这个读音读这个，那个人读音读那个，就是 AI 再厉害，他也没法去猜出这个人他这个多音字到底是读的什么。所以在 TDS 的场景下，其实有些字是需要手动去设置的。然后就有SSML 这样一个标准来去告诉让我们知道是怎么去做这样一个自定义的事情啊，它是基于XAML的一个格式，支持了像停顿啊、发音啊、替换韵律这样的等等很多标签啊。然后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在于，它是一个类似于XAML的这样一个语言，给普通的 C 端用户去使用的话，对于不懂代码的用户来说，它的学习和使用成本还是有点高的。所以我们做了一套可视化的编辑器，让普通的用户能够拥有这个定制它的这个 TDS 生成的这样定制化的这样一个能力啊。这右边这是一个 SSML 的这个使用的示例啊，它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包括停顿啊、替换字啊，包括读法都可以做替换。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实际的演示效果，这是我们那个产品里面的一个截图，截的视频。比方说哔哩哔哩这个读音可能读不出来，我们用中文去替换它的发音。然后2009和2009它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读法，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我们想要的读法。然后有些地方需要停顿，可以加一些停顿。像弹幕这是个多音字啊，我们到底是读弹幕还是弹幕，这个我们可以手动设置一下。包括9800万还是说9008还是9800，都是可以手动去设置。然后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编辑的过程。最终我们在可视化的编辑完之后，会生成 SSML 格式标准的这样一个编码出来，然后给我们的算法那边去根据 SML 的这样一个规范去让他们生成对应的读音出来。好，我的分享完了，谢谢大家。